这台来自 X6 刚刚发布的旗舰 AR 智能终端 Beam Pro， 虽然从命名上来看它是 Beam 的升级版，但从实际体验来说，我觉得它们两者是存在一种互补关系的。Beam Pro 升级的是 Beam 使用过程中最大的痛点，就是它的性能不足以实现普通应用的空间化，那更别说是多窗口模式。而 Beam 则补充了 DP 有线输入信号空间化的一个细分需求。目前生态是 XR 设备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经常会有人说 AR 没有杀手级应用，所以没有普及开来。那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在我们继续努力去探索杀手应用的同时，利用目前更为强大的互联网生态，这是一个缓兵之计啊。而介于现有生态的物理2D 屏和增强现实的那个空间屏之间，就需要搭起一座桥梁，这就是 Beam Pro 这款产品诞生的意义所在。Beam Pro 作为消费者端首款超薄形态的这种 XR 智能终端啊，外观一看上去和普通手机最大的差异就是双摄像头布局啊，还有它的那个红色的功能键。Beam Pro 的硬件参数可以看一下这个表，相比之前的电磁盒子硬件来说是的确很大的进步啊。根据内存和蜂窝数据的情况，分为3个版本，相邻的版本它价格差会在300样子。我手头这台是入门版的6+128G 的，整体使用下来感受也是足够的。容量方面的短板通过侧面的 TF 卡槽最大扩展到1TB 啊。官方目前首推的是 WiFi 版，蜂窝版会在后续推出。Beam Pro 背面它奶白色的亲肤材质比较耐脏也耐滑啊。目前我是裸机使用了，大概1周样子，外壳的这个防护性能还是不错的。不过我更期待后续第三方出的壳膜保护套件，让使用上呢就更随意自然一些啊。Beam Pro 的正面屏占比相对于高端手机来说是略小的，特别是它底部边框会比顶部要略宽一点。整体尺寸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手头的 iPhone 15 Pro 和它的这个对比啊，它的厚度基本上也跟 iPhone 15 Pro 差不多。背面的这个曲率的弧度就是增加了我们那个握持手感，整体感觉这个屏幕还是略宽了一点，单手操作边缘内容的时候会有点困难。而在 NeighborOS 里的触控板上面，顶部的几个功能键就不太容易按到，不过那几个功能键本身也是低频功能，问题是不是太大的。整体的重量我对比一下我手头的这些智能终端啊，官方的最终收纳方式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我是这样进行的一个办公套装啊。那玩游戏的手柄的话，我需要另外去放置了。Beam Pro 的空间视频拍摄不需要去连接眼镜操作，通过单击功能键和这个双摄像头的应用图标直接开启。2个摄像头都是同规格的5000万像素，可以做到像素级的一个硬件同步，实现更好的画面一致性。再加上它2个摄像头50毫米的间距，更接近我们人眼的一个真实感受。那这些相对于 iPhone 15 Pro 它过近的一个摄像头布局啊，造成它必须要通过裁剪才能保持画面一致性啊。拍摄操作过程就非常直接啊，对焦、白平衡这些曝光都是全自动的。当然，你也可以点一下屏幕上的拍摄主体，得到一个更合适的一个拍摄参数。还有就是它右上角设置里面也可以把拍摄内容保存到 TF 卡上。目前空间视频拍摄预览是通过左眼的摄像头的2D 内容。那当另外一个摄像头就有异常的时候，譬如说我手持的时候，可能这个手指头遮挡住了，那我就不容易被发现了。后续厂家会更新切换左右摄像头预览功能的能力啊，我倒建议可以直接给个平行眼模式，毕竟一般相机的取景器也就它一半的屏幕大小。拍摄的主体内容呢，在我们1米到2.5米范围是比较合适的一个距离啊。我们来对比一下和 iPhone 15 Pro 它的一个效果对比。拍摄范围来说，两者是基本上是一致的。Beam Pro 也配备有电子防抖，防抖的效果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此外 ，Beam Pro 的60赫兹可以减少拍摄动态内容的一个拖音感。目前 Beam Pro 的空间视频拍摄是比较吃光线的，像这种博物馆内场景的拍摄的噪点啊、自动的白平衡效果都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拍摄的空间视频可以通过平行眼在 Beam Pro 上直接进行观看，当然更推荐是连接眼镜在 NeighborOS 里面去观看会更精彩一些。我会选择那个大号窗口去观看，它的立体沉浸感会更好一些。期待播放器后续像 Apple Vision Pro 的那种边缘空间感，以及它的全沉浸模式啊，学习借鉴一下。Beam Pro 的底部共有2个 Type-C 口，左侧 Type-C 口是充电，我实测是不支持 ODG 的，但支持作为移动电源反向供电。右侧是 DP 输出口，用来连接眼镜。当我插入 X6 Air 2 Pro， 当然 Air 2也是没问题的，厂家介绍 Air 也是可以的。这个时候就会自动打开 NeighborOS。此时呢 ，Beam Pro 的屏幕就会变成一个触控板，眼镜端经过开头动画之后，就看到一个类似 Apple Vision Pro 的系统界面啊，可以看到初次打开默认的是一个随身防抖的模式，就是之前 Beam 的那个云台模式。这个是比较适合动态的场景，譬如我们走动啊，
或者说坐在一个移动的交通工具上，通过短按红色功能键则可以快速切换到随身悬停模式，就是 Beam 的 Standoff 模式。这个方式合适非移动场景下使用，带来的是类似看空中固定的一个投影幕布的感觉啊。目前最多是打开2个 APP 组成一个空间双屏模式啊。不过这2个空间屏目前是互相绑定的，不能把它分开放置啊。移动位置的过程就是通过长按它左侧窗口底部或者长按功能键切换到想要看的一个位置啊。那期待后续屏幕呢可以分开自由放置啊。此外，在双横屏下，我们是不太合适去开启云台模式，因为这个时候右边窗口只能看到半个窗口了。还有就是宽世界或者 L 号的竖屏模式，在随身悬停模式下也会遮挡一部分的上下的画面。此时切换 M 号则更合适一些。经过对比啊，随身悬停和随身防抖这2个定位模式下，对画面包括文本的这种渲染效果是基本上一致的。窗口的稳定性属于国内 AR 行业的第一梯队啊，还包括快速移动视野时候窗体变形啊，或者说拖影都是非常小的。目前除了部分原生 AR 应用，譬如说移动云 VR。包括爱奇艺 AR， 他们的窗口是支持无极大小远近调节，其他普通安卓应用的窗口只给了一个中杯和大杯2个选项。目前我个人觉得大杯还是不够大，因为窗口啊，它还有一圈黑框，它是用来放置一些功能菜单这种的，那中间的区域就自然就更少了。它最新版的系统窗口加了一个宽世界的功能，通过强制屏幕16:9来进一步扩展屏幕的有效面积。主界面通过横向滑动触控板来翻页。翻页的时候 APP 图标有一个百叶窗的特效，可以向下滑动来调出时间啊、电量啊、蓝牙指示啊这些控制页啊。然后上滑的话，这是一个历史的应用列表。目前 Beam Pro 的屏幕可以通过电源键来短按实现一个黑屏效果，它并不是真正的熄屏啊。不过我偶尔会遇到过自动亮屏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误触啊或什么样，建议可以定义快速双击来实现一个亮屏。Beam Pro 在未连接眼镜的时候，就是一个安卓原生机的感觉，整体的 UI 界面它非常朴素，国内版是没有集成骨骼套件的。目前我通过这套 Nebula OS 系统使用最多的3个场景就是观影、游戏和办公。观影主要是流媒体，不再要求必须安装 HD 版或者电视版，直接是手机版就可以使用，因为窗口它会根据你的内容实时的自动横屏竖屏啊，这点还是很方便的。本地播放器是支持 3D 全景之类的视频，我比较关注的是 3D 字幕啊，它也是可以正常显示的。播放类型我有测试一些偏远 MP4 是正常的， MKV 呢它是显示是正常，但是没有声音啊，这个 TS 格式是不支持的。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有躺下来观影的需求，躺下的时候特别是平躺的时候建议是云台模式，这时候如果是悬停模式，把窗口拉到天花板会存在一个不容易精准控制角度的问题，这个是Standoff的一个特性的决定。游戏方面我使用最多的通过连接蓝牙手柄玩云主机游戏啊，这个迷失我已经玩了不止3遍了，主要是利用一些碎片时间去控制小猫咪它去解锁更多的隐藏彩蛋，还可以通过 Sunshine 加 Moonlight 来串流我办公室的那个 Windows 台式机它那个 Steam 游戏啊。出门在外的时候我通过安装皎月联进行一个内网穿透，整体串流延迟表现还是很不错的。要注意的是记得修改一些 Moonlight 的设置啊，譬如分辨率要把它改成 1080p， 打开画面拉伸全屏这个功能，还要记得串流前呢把窗口的宽世界模式来打开。我一开始没有设置好，所以造成这个画面很像是压缩的，就影响一些清晰度。而对于 Switch 用户，因为 Beam Pro 的左侧端口它不支持 DP 的有线输入了，只能继续去使用 Beam 或者 Hub 来转接，所以我觉得 Beam 和 Beam Pro 它们两者功能上其实是互补的关系。办公目前我是通过空间悬停双屏方式为主，可以一边打开一个 AI 大模型去查找资料，然后另一边呢去码字，当然也可以一边是挂个剧听个音乐啊，一边干活。我也有串流办公电脑进行一个工作，串流的文字清晰度并没有直接打开安卓端那些 APP 来的清晰啊。蓝牙连接的鼠标或者键盘在整个办公的使用过程中也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通过上述的使用过程，我倒建议官方可以对触控板进一步的拓展一下，譬如云游戏的时候打开屏幕映射按键啊，然后办公模式的时候呢把它变成一个类似 Mac 的那个触控板。毕竟 Standoff 的空鼠模式精度是不够的，但这些肯定是连接蓝牙外设更好用一些，那只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忘记带一些设备，临时应急一下。目前官方应用商店在陆续上架适配的安卓应用，当然我也自行安装了很多的安卓应用，整体来说应用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我使用过程中出问题的软件不多，
主要像 ChatGPT 因为没有谷歌套件无法运行，其他的话就是一些可能视频比例的问题啊。那在应用商店我们可以看到，之前 Nebula 上的一些 AI 应用也在陆续的适配进来。那因为它是做到了一个硬件级的兼容适配啊，所以使用的体验要优于兼容手机上的 Nebula 那个 APP 的表现。目前我连接眼镜开启悬停模式的3个使用用途的续航情况是：云游戏是3小时，流媒体是3.2个小时，而双屏办公是2.5个小时。在不接眼镜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实现2倍的续航能力啊。目前的系统版本下，我通过放置10个小时啊，它的系统待机耗电是9%，那所以整体预计可以达到4到5天待机时长。Beam Pro 支持的是这些快充协议啊。目前我手头有几个 PD 的充电器，我对它进行测试，最高能够充到29瓦样子，充电时间为1个小时。Beam Pro 也拥有7.5瓦的一个输出能力啊，可以应急给手机去续命啊。在我主要使用的这3个模式下，同步在边充边用的情况，它们的发热情况就是如这个图啊。虽然没有主动散热，但是它整个散热控制还是不错的。我觉得 Beam Pro 搭配 X-Real Air 2 Pro 更像是拥有一款空间大屏和多屏的微型平板，不再局限于之前电视盒子的一个生态内容，让海量的生态实现空间多屏操作，顺畅的进行空间化的观影啊、游戏和办公。1299的起始定价，我觉得是低于我的预期的，因为就单左右 3D 拍摄功能而言，目前市面上相机也差不多要比它贵上3-4达，更别说价格接近7000的这个 iPhone 15 Pro。而对于这个价位的普通手机，基本也不会具备双接口以及它的DP 输出能力来连接 AR 眼镜。X6 Beam Pro 的推出，让更多人通过更少的成本，无论是学习成本也包括经济成本，去拥抱空间计算时代。X6 也成为目前 AR 行业当下能够提供给消费者最完整的空间计算体验的品牌。那今天我对 X6 Beam Pro 的一个体验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